我叫涂山九，世间行走的最后一位赊刀人。10年轮转，弹指一晃，赊刀债偿。绳子避让。警官，赊刀吗？妈，你说我哥他这是不是魔怔了？就每天拿着一把刀。报告督军，老太爷急电。涂山小姐已下山，速去火车站迎接。小九终于下山了。警卫队，随我去迎接大少奶奶回府。报告督军，前线告急。哥，这前线战事吃紧啊！不行，小九下山，我必须去接他。督军，战事紧急，北方联合地方军包围我方，弟兄们快顶不住了。哥，我去接嫂子，保证完成任务。那你去接，切记不可怠慢你嫂子。周管家，之前准备给小九的聘礼，再清点一下。我先去前线。警官，赊刀吗？赊刀断乾坤，趁眼晓日月。恩从赊刀债，愿逍游未来。什么赊刀？该不会是个骗子吧？抱歉，我对这种骗人的把戏没兴趣。副官，没找到被拐走的那群孩子。哈哈哈哈！抓了我！你们再也别想知道那群孩子被我藏在哪了！哈哈哈哈！难道他真的知道什么线索？好，这把刀我赊了。弃城。快点，东西！往那儿去了，曝光了！没事，没事。发光了，那边什么呀？城西福寿戏班，孩童藏身之处。一小队留下来跟我继续审，其他人包围福寿戏班。是。报告张副官，戏班暗室里果然藏了107个孩子，全救上来了，人贩子同伙也抓了5个。小姐大恩，张学峰带所有被救孩童及其家人向您致敬。谢二少，需不需要属下通知火车站站长进场迎接大少奶奶？她算哪门子的少奶奶？她不过就是趁人之危，平占我哥姻缘的乡野村妇。可是督军他……闭嘴！不止大哥，连老爷子也再三交代，不能对那个涂山九不敬。哼，我倒要看看这乡下泥腿子能有多大的能耐。二弟，你好，我是涂山九，你大哥的未婚妻。迎你们，回营。小九，一别10年，
期待与你的重逢。你说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小姑娘，我是说一个19岁的小姑娘。报告督军，现在的小姑娘都喜欢温润如玉、翩翩公子。都做身边方圆百里，别说女人，母蚊子都少。万年铁树这是要开花的。先收拾一下赵会长。是，我是涂山九，你大哥的未婚妻。长得还不错，可惜是个土包子。箱子我来帮你拿吧。来。废物，我来。还不快过来帮忙！山里来的吧？怕是连这汽车轱辘都没有见过吧？看本少爷一会儿如何飙车吓哭你这个小村姑。确实没见过。哟，那你待会儿可得坐稳扶好了。本少爷待会儿飙起车来，你可别吓哭了。嘿嘿。见鬼了！我没有采用。看来二弟也不经常坐车嘛。看在你哥的份上，收你一把刀。今晚亥时别碰这车了。呸！什么狗逼蛇刀人！我看呐，就是一些吓唬人的江湖骗术。民国2年，谢家以谢氏与婚姻为债，赊天道气运10年。经10年期限已至，第51代赊刀人涂山九前来收债。是涂山小姐？哎呀，好，涂山小姐，里面快请，快请啊！夫人，是涂山小姐到了。我有一段情如花好会旧梦故里。这就是当年那个女娃娃，长得倒是挺有姿色。姑妈，人你带来了。呀，这就是小九吧？哎呦，你说你这孩子来了也不说一声，快坐。来喝茶。小九啊，一路上辛苦了，这10万大洋，请你收下。谢夫人，这是何意？谢夫人，这是何意？没有什么意思啊，叫你拿了钱走。师傅，是。小九啊，伯母知道谢家能有今天，多亏你爷爷当时相助。你爷爷当时过世，我也很痛惜。这些钱你收着，
保你一生吃喝不愁。哦，小九啊，伯母知道你此次下山是为了寻个好人家，可是我家石宇现在已是督军，恐怕与你不配。这些都是伯母精心为你挑选的，看看有没有喜欢的，伯母为你做主。怎么回事？这丫头的眼神怎么这么可怕？这大洋我不要，他们我也不要。哎，你的村妇荆州，休得无礼。这样吧，我再赠予你10条大黄鱼。至于这些，你若看不上，我叫老周再帮你换。驸马，不需要，我来只为收我该收的。你别太贪心了。那我也不跟你卖关子了，你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配不上我儿子，我督军府可不认你这个儿媳。谢家长子谢时雨与我约定天道婚约，刻印轮回，这债赖。休得胡言！什么婚约？我督军府可不认这门亲。是你不认，还是谢时雨不认？当然是我儿子不认。你可知道你这次来南城，为什么是我们锦州来接你吗？驸马，我大哥对他那么在乎，你这样不过是个女人罢了。你哥这么优秀，什么样的大家闺秀找不到？这么说，是谢时雨本人来着？我哥，他可是4省提督，想嫁给他的可都是大家闺秀。你，呵呵。哼，连赊刀寨都敢赖账，你们当真不怕遭天谴？一派胡言！来人啊，给我把这个野丫头赶出督军府！不知小九现在是否安全到家？再快点，1刻钟内赶到老宅。我走可以，就是不知道谢家能否承受毁约的天谴。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他给我赶出去！不就是打雷吗？有什么好怕的？还不快动手！爷爷，你终究是看错谢家。爷爷，您当年以受命为契，为谢家赊刀接运。小九，我死后，你立刻前往谢家守寨，帮你。谢家若干地方必遭天谴。是谁在阁楼上弹奏？夜色无缘那春酒，只饮一口，却如你的美。站住！把这破纸给我撕了，免得到了外面拿着这假婚书毁了我们谢家的名声。撕毁天书，报应即刻便会降临。你确定要撕？诗雨啊，
涂山小姐是我谢家的大恩人，当年要不是她出手，恐怕整个南城早已沦为外寇的盘中鱼肉了。说她是南城的大恩人都不为过。所以你小子，爷爷，我明白。这什么动静？难道是木马惹怒了涂山小姐？快！装神弄鬼，什么赊刀人赊刀债啊？我看呐，只是一个糊弄人的江湖骗术。吓唬谁呢？若无当年那把刀，若无我涂山家出手，谢家满门早已被屠杀殆尽，何来今日这深河将军府？果然是山里来的野丫头，一点技术照样都没有。我们谢家能有今天，全凭我儿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与你有何关系？既如此不幸，当初为何要接赊刀债？你们谢家当真是要毁约？你们谢家当真是要毁约？你别忘了，你如今就是个没有亲人的孤儿。我谢家如今是堂堂督军府，这一张废纸，我就算撕了又如何？撕毁婚书，天谴便会降临。谢家气运散尽，过去10年所享受的一切都将100倍奉还。我们谢家可是整个南方的掌权人，你是不想失去攀附我哥的机会，胡言乱语吧？啊？这什么婚书？不过就是一张废纸，我倒要看看，我就算撕毁它，到底有没有天谴？慢着！夫人啊，这万万使不得呀！大少爷临走之前特别交代过，一定要好好的善待涂小姐。她这个目无尊长的野丫头，石宇就算再喜欢她，也由不得她胡说八道。我就不信撕了这婚书，谢家能覆灭。婚书被毁，天道不避，迎接谢家的只会是比10年前那场灭门之祸更加恐怖100倍的灭顶之灾。你确定想好了？灭顶之灾，哈哈哈，简直是口出狂言！哎呀，夫人，这可真的使不得呀！老太爷活着的时候，每天都念叨着涂小姐呀。二少爷啊，你也帮着劝劝夫人啊！老周，我看你是越来越没规矩了，退下！夫人，老周啊，这主人家的事情啊，你还是别管。我倒想要看看这个泥腿子到底有什么本事，让我们爷爷和哥哥如此重视。哎，我就偏要撕了，我就要看看！住手！住手！爷爷，哥哥。这个孽障，跪下！爸，石宇，你们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我要是再不回来，我谢家就被你这个无知的女人彻底毁掉了。涂山姑娘是我谢家的恩人，你却擅自撕掉这天道婚书。妈，你糊涂，你没知道我这小九。好，涂山姑娘，还请您恕罪。涂山姑娘，家母一时糊涂，但并非谢家本意啊。婚书可以重立，债不会不还。爸，石宇，
你们都被这个野丫头给骗了！什么天谴，哈哈哈，都是装神弄鬼罢了。冥顽不灵，这破纸我撕了，天谴呢？母妈，母妈。谢督军，长得倒是不错。涂山小姐，我会履行婚约。既然当年我接下了蛇道寨，就不会赖账。叶时雨，你敢娶她，我就死给你看！母马，母马，哎，母妈，母马。蛇刀寨再无转圜。谢督军，保重。这，小九，哥，哥。母妈，喂，叫府医呀，快！小九，走吧。小九，爷爷，臭丫头，爷爷，你打我干什么？爷爷让你下山成婚，没让你把未婚夫搞得家破人亡。天地血干，佩戴银状，以防凶恶之鬼何不消亡？飞仙一袭，万鬼赴苍兰。哎，大师，我母妈她到底是怎么了？令堂，此乃天谴之兆，我劝你们好好想一想，是不是做了背弃天道之事？此刻若是挽救还有机会，否则整个都郡府都将万劫不复啊！母妈，小九啊，你命格与谢家那小子相连，与其相关之事再难成卦。如今天命诅咒将至，半载之内，你务必和谢时雨除亲，并且收回涂山家的账，否则佘大人的传承将断绝于此啊！知道了，爷爷，您都念了10年了，要不我先帮您收债吧。您的债要再不收呀，那咱们涂山家的规矩可真就要破了。你个臭丫头！去长西斧头帮。开门。一定是那该死的村妇耍了什么阴险手段。看来母妈如此，既然城内无人能治，那我便去城外另寻名医，一定能治好母妈的怪病。斧头帮恭迎涂山小姐。哎呀，涂山姑奶奶，可算把你给盼来了，快请快请。没有涂山先生的神刀，就没有我南霸天的今天。烤乳猪外焦里嫩啊！美味至极呀！我南霸天的最爱，姑奶奶尽情享用，随便。
斧头帮南霸天20年前腊月亥时，寒山破庙，赊涂山家断水刀。谶言破浪乘舟得富贵，莫忘源头水寒时。今收资财5成。5成？不够不够，我限6成，不，7成。姑奶奶，我给您7成，你看如何？说了5成便5成，规矩不可破。哎，鄙人有码头10座，半开3万；有商会3家，我给您6座码头，半开1万8，再给您2座商会，你看如何？大胆！我们帮主带你入座上宾，你竟然如此不识抬举！阳奉阴违，滥竽充数，这就是你说的诚意。这就是你说的诚意。姑奶奶，我冤枉啊！这涂山家可是我的大恩人，我怎敢隐瞒呢？这真的是我全部家当，我有半句虚言，天打雷劈。您是不是搞错了？搞错？单您的顶上的琉璃灯就价值万金，你库中黄金未入册，海外私港逆行踪，名下码头实有上百座。你今日所报财富，不过是你真实所得1/1/2。南帮主，你这是妄图欺瞒于我。到底怎么回事？是你妈妈她一时糊涂做错了事情，遭到了报应。唉，涂山小姐呢？这次是我谢家失信，涂山小姐是我谢家的贵人，你务必要找到涂山小姐，求得她的原谅。爷爷放心，我会给涂山小姐一个交代的。鲍督军，人贩子案件已解决，令查到涂山小姐下落。什么？快说，涂山小姐在哪里？涂山小姐去往了城西的斧头帮收债。斧头帮帮主南霸天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世玉，你快去！兄弟们，随我前去斧头帮，求请涂山小姐回府。是。哟。你这是妄图欺瞒于我。涂小姐好眼力呀！是又如何啊？这些家当是老子用命打回来的，打到今天全凭我自个儿本事。再说了，一把破铜烂铁，神神叨叨几句鬼话，就想让我办个身家，做梦！若无断水刀，你不过是个小乞丐，何来今日这斧头帮？放他娘的屁！你要报酬我可以给你啊！你张嘴就要1半，是不是有点太贪心了？再说了，那把刀当年是你爷爷赊给我的，但是这老家伙已经死了，人死债消。你一个小丫头片子，找上门来狮子大张口，别怪我对你爷爷不念旧情。这么说，你是不认这赊刀债了？赊刀债？狗屁！刀是死的，人能走多高，全凭自个儿的能耐。哼，老子能有今天，是我一斧头一斧头砍回来的，跟那把刀有什么关系？若无趁刀破你命格樊笼，引你入此道，你当年不过是个即将横死的小乞丐，何来今日挥斥方遒，坐拥码头百座？放娘的屁！哼！哼，看到了，在你们家族，它是神刀；在我手里，它就是杀猪的家伙，用它做苦削肉，还真挺好使。你拿它杀猪？
哎呀，这刀还认主，可惜了，在我手里，他就是个深厚的终结者，人成事得靠自个儿。刀，哼，废铁的一块。如我涂山临兵至此，你好大的胆子！今日这刀我必收回，而你也即将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收回代价，口气不小啊！要是你爷爷来了，我南霸天也就认了。一个小丫头片子，在我这儿不足为惧。冥顽不灵。想砍我的金匾，你个臭娘们儿！兄弟们，把他给我剁碎了，一块一块喂狗！住手！嶙峋的沟壑起伏苍落，声声琵琶景色不移。小九，你没事吧？我没事。放你敢对督军夫人不敬，我看你是活腻了。不是，你是督军夫人？我们的督军夫人可是。你是督军夫人啊？鲍督军之前在火车站神勇救孩童，飞刀定乾坤的，便是涂山小姐。督军夫人，饶我一命吧！我知道错了，这一半的家产我不能没有他呀！一旦失去了他，我的仇家会把我生吞活剥的。二位高抬贵手，饶我一命，饶我一命！高抬贵手，饶我一命吧！饶我一命吧！啊！姑奶奶，姑奶奶，我从小流落街头，跟恶狗抢食啊，那样的苦日子我是不想再经历了。我穷怕了，我也饿怕了，给条活路，给条活路吧！啊！赊刀之言，天命所归，非尔等可为。更何况你如我涂山临兵，轻贱天命契约，今日这刀，我非收不可。刀离身，命格归尘，你马上就会回到当年那个风餐露宿、朝不保夕的乞丐。姑奶奶，姑奶奶！不给活路，那就一起死！小心！不给活路，那就一起死！涂山小姐，小心！小九他抱我了。抱歉，小九，你初来南城，我没能去见你。我母亲还对你那样，我对不起你，我其实是愧对于你。但是我这10年一直都在期待能和你。子弹都接得住，这子弹接得住不可能！原来是接子弹，不是保我。保护督军夫人！开枪！开枪了啊！赊刀人又怎么样？督军夫人又怎么样？能接子弹又怎么样？不让我活，大家一起死！来，开枪！开枪！你们都怕死啊！开枪啊！督军夫人又怎么样？你赊刀人又怎么样？哎呀，开枪啊！啊，接子弹又怎么样？啊，不让我活，大不了一起完蛋！开枪！开枪啊！你们都怕死啊！冥顽不灵，执迷不悟。
评委队，查处南霸天所有资产，交给涂山小姐办事后，余下充公。南霸天加入死牢。是。去照亮这暗夜，这寒风的凛冽，烛火幻灭的世界。涂山小姐，我谢家世心在先，我谢时雨以谢家当代家主之名，恳请你随我回府，我愿意立刻还债。恳请你随我回府，我愿意立刻还债。哪里会有彼岸憧憬你身为一点光静静眼下。别忘了你下山的目的。还愣着干什么？不是说回家吗？走。大人，大人，大人，我是南霸天的大人，救救我！我是听了您的吩咐，我才……多对不起，是今天就差些自己的毁了。这蛇刀人，他实力恐怖如此，简直不是人呐！杜鹃府我也惹不起，真的没办法呀，大人，饶命！饶命！别来无恙。不对，你的气运命格为何如此薄弱，根本不足以抵抗天谴业力。怎么样？奇怪，紫薇命格再弱，也不该如此啊。气运命格竟十不存一。气脉夺力术，竟有人用此等阴险邪术盗取紫薇地气。救命啊！以血脉为界，利用谢锦州盗取谢时雨的紫薇地气，好得很！竟敢在我涂山九眼皮底下动我蛇刀阵！好得很！竟敢在我涂山九眼皮底下动我蛇刀阵！涂山小姐，时雨他的血脉可否还能继续啊？有人利用邪术盗取谢时雨的紫薇地气，利用异母同胞、血脉相连的谢锦州来削弱谢时雨的气运命格。若谢锦州的性命不保，那谢时雨的气运也会消失，到时谢家便气数将尽，无力回天。涂山小姐，可还有办法？事到如今，只有我亲自前去了。我同你一起去进九章。可你如今气月命格十不存一，容易遭惹脏东西。请若最敬重我这个大哥，这些年我冷落他，不让他带兵，也是怕圣敌会对他下手。但是没想到还是中招了，终究还是我对不起他。这次我一定要护好他，
好吧，我带着你。今晚亥时，别碰这车了。什么蛇道人？我看呐，不就是些江湖骗术？哦，你找死啊！大半夜在马路中间。公子恕罪，小女子迷路在这荒山野岭的，实在不知道如何下山，请公子载我到城南张记包子铺。上车，上车。谢公子。前方阴煞城镇，有了它，可护你不被阴气侵蚀。别怕，就算阎罗将至，我也会护你周全。兄长，我的气运也可以逼退部分邪祟，我也会护你的。嗯，我们走吧。姑奶奶，虽然我平常不务正业，但是我没有害过人命啊！瞧你吓的，我骨头软是天生的，刚逗你玩呢。你是不是有病啊？我好心载你，你却装神弄鬼的吓唬我。你不想坐车的话，就下去，自己走回去。公子恕罪，奴家给您唱小曲赔罪。这还差不多。公子，谢谢他，谢谢他。又来，真当我谢大少是吓大的是不是？我的车上哪里来的？谢锦州已出邪气，事态紧急。这车门打不开啊！你别开车呀！我没有踩油门啊！你快上！你以为我不想吗？这个刹车失灵了！我撞上了！我撞上了！你快转方向盘！这个烽火四起，我一对着喊，明火上车，暗箭无中，剑雨随行，两人择日却寒。何时天际英雄共业，进退尽在须臾。却不愁在唯有心水无常命，人间骨髓长风散去。哦，嘿，神仙姐姐，就是我，这是神仙下凡呢。
谢谢水仙奶奶。没回去，这是你未来大嫂啊。杜鹃救我！舍利，姑娘自重。小乔，我不认识他，你说过要活的。见鬼了，哥，你杀敌千万的时候眼睛都不眨一下，今日怎么装成是？公子，借个地儿躲躲。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昔日有一女子，与城南纨绔裴三郎无美苟合，甚至为他堕胎导致绝嗣。为助情郎，偷到家中铺子银帛，为情郎打点钻营。不料情郎却背信弃义，始乱终弃。其父母得知真相之后，跑去为女儿讨公道，却被其乱棍打死。这个女子不为父母报仇雪恨，反为虎作伥，害无辜。张慧慧，你说此等蠢货该当何罪？此等蠢货该当何罪？涂山小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姓涂山了？说，谁教你用邪术害人？原来是你搞的鬼，我与你何冤何仇？仇？若非他禁烟灭帮，我裴郎怎会惨死于大牢？我为裴郎付出了那么多，眼看我就要成为裴夫人了，是他，是那谢时雨毁了我的一生。冥顽不灵！大燕噬骨灭魂，多少人因为大燕家破人亡。你为助情郎助纣为虐，简直是蠢毒至极。说，是谁教你用这气运邪术？我说，让我是人之于至死。哥，小心！至死！哥，小心！哥，他跑了。我给他下追踪术了。哥，你没事吧？煞气入体，需回府治疗。杜鹃，我方才听说你们来。杜鹃，你这是怎么了？他被邪祟所伤，邪祟如今已逃跑。持我飞刀，他能带你找到邪祟的踪迹，找到后切勿轻举妄动，立刻回避。小姐的命令就是我的命令。是，涂山小姐。我们即刻回府。你被夺走的气运还未归体，以后要是我不在，你不要自己去杀气重的地方。小九，
你又救了我一次。爷爷，是孙儿混账。以前我对涂山小姐多有不敬，如今我才知道她有通天的本领，她是一心为了谢家。这赊刀债，我们还。以后我再也不阻拦哥哥和涂山小姐了。母妈，母妈，你醒了。我这是……母妈，您终于醒了。涂山小姐，她是有大本事的人，这债咱们得还，以后可千万不要对涂山小姐不敬了。母妈。姐丈，是我糊涂，我知道错了。这赊刀债，我们一定还。我变回来了，真的变回来了。涂山小姐，谢谢，谢谢。小九，这是给你准备的院子，看也满意。尚可。我来帮你提。你拿得动？看来谢督军身体欠佳啊，连个行李箱都拿不动。在相遇一刹，想找到了一束光，是笑是泪是他，一字一句刻画，命运的羁绊让我们注定相伴，是爱是恨是他，一切让我念念不忘。这怎么失灵啊？这是督军府给你准备的聘礼。月色一点一点把身影拉长，从来两心相许最难忘。尚可。原来如此，你放心，你既赊了我涂山家的刀，我自会还你一个清白。可是张慧慧有消息了，随我去宁城梨园收债。督军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将梨园清场。涂山小姐，
这把刀到了这个地方就没反应了。过去瞧瞧。三位爷，不好意思，今日我们梨园不见客，各位想听曲的话，不听曲，找你们梨园魁首柳燕秋。不听曲，找你们梨园魁首柳燕秋。哎呀，这姑娘，你倒是为难小的了。咱们柳魁首的曲儿，不是谁想听就能听的，他可是张司令钦点的人。平日里只给私人唱堂会，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随便听的。更何况今日梨园也被四省提督谢世宇、谢督军包下。这姑娘的眼神怎么这么吓人？放肆！狗眼看人低的东西！你可知，这位便是你口中的谢督军，而这位便是未来的督军夫人。小的该死，小的该死，请督军大人恕罪，请夫人恕罪，小的有眼无珠，竟不知您就是督军，小的这就带您们几位去见柳魁首。去吧。三位爷，请随我来啊！请。督军大人，我们魁首全是李局在这边谢谢电工。这掌柜的说的是真的吗？说柳魁首在这儿也没见到啊。怎么回事？装神弄鬼。乱杀你我比神灵小庭神谢督军大驾光临，燕秋有失远迎，恕罪。只因燕秋早已立下规矩，此生只为张司令一人唱曲，不能为三位献艺，还请见谅。我不是来听戏的。那姑娘是收债。收债？我似乎不记得欠姑娘什么吧？涂山甲12年前曾赊你一刀，趁言行善为好报，所爱非良人，待到魂飞散，前来收刀时，你可还记得？赊什么刀？姑娘怕是认错人了吧？我没有听说过什么涂山家，也不曾赊过刀。那么裴月白这个名字你还记得？裴月白，我不知道姑娘在说什么，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是你们相约私奔的信，这总不会忘了吧？既已私奔，为何你现在会出现在这里，风光无限，成为梨园魁首？那与你相约私奔的裴月白，他人现在何处？他人现在何处？既然姑娘都已经查到此处了，那燕秋也无从隐瞒。是，我是城中柳家小姐，与那裴月白两情相悦，只因家中父母嫌他家境贫寒，硬是要将我们拆散，我们不得已才相约私奔。可谁知私奔那日战火聚起，城中大乱，家人紧急打点行装，
欲乘船逃往海外。我因挂起月白，不肯独自离开，拼命跑去我们相约的地点。可我到了那里，根本就不见月白的身影。我四处打听，才得知他竟早已买了船票，独自一人上船逃了。他丢下了我，就因这骗子人，我错过了家人的船，不顺一人，沦落乱世。我一个弱女，无依无靠，为了活下去，受尽屈辱，最后才辗转到了这离人之地，苟延残喘，进而得到了张司令的垂礼。他赏识我的举动，我才得以安身立命，有了今日这般关系。裴月白对我来说，不过是前尘旧梦，不愿再提起。姑娘今日为何又要揭开我这道疤痕？岂有此理！这个姓裴的书生简直猪狗不如，竟然如此辜负柳小姐，真是该死！虚伪！你这番说辞编的倒是情真意切，动人的很，可惜满口谎言，漏洞百出。你以为偷来的身份、编造的故事能瞒得过天道，骗得过我涂山玖？没事吧？谢时雨，你我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今日你擅闯我的地盘，对我的人咄咄相逼，你是想撕破脸皮跟我开战吗？张司令，你误会了。今天我不是以督军的身份前来寻衅，而是来陪我的未婚妻来收一笔旧账。收债？收什么债？收债收到老子的气园子里来了！张司令，我们未来的督军夫人可不是一般人，她是传说中的赊刀人。赊刀人？谢时雨，早就听闻你在乡下有个未婚妻。没想到你不单单是眼光差，还被这种装神弄鬼的江湖骗子给糊弄住了，真是滑天下之大！张司令，我警告你，如果再让我听到半点对我未婚妻不敬，我不介意立刻下令踏平你的心人，包括你。不必动怒，我从不与蠢货计较。张司令，赊刀吗？张司令，赊刀吗？赊刀？哈哈哈哈哈！笑话！老子手握重兵，能相信你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机会只有一次，此刻不赊，就没机会喽。张司令，有些事儿宁可信其有。既然我们督军夫人都这么说了，我劝你最好。谢时雨，你们都被这个女人给迷了心智。我不信，我也不需要。老子纵横半生，靠的就是手里这把枪，还有这群兄弟。张司令，你没有把谢某的话放在心上。好言难劝想死的鬼。柳燕秋，你杀害书生裴月白，剥其寿元，制作邪衣，此事
你认还是不认？血口喷人，你胡说八道！我怎么会杀他？月白是自己走的，不是我杀的。你有证据吗？证据？呢？那个被你视若珍宝，用秘法保存、栩栩如生的假人，其面皮、相皆取自一人，便是你那早已乘船逃走的情人裴月白。是我杀的。裴月白他该死，他罪有应得。私奔，我们确实是私奔，可私奔过后呢？战乱连连，名声凋零。他裴月白空读了一肚子的圣贤书，却手无缚鸡之力，满腔所谓的抱负却无处施展，整日就只知道怨天尤人。后来他染上了大炎，彻头彻尾的成为了一个废物。雨头发作时，人不像人，鬼不像。他没了钱，就逼我出去赚，我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后来他连最后一点人性都被泯灭掉了。他为了换那一口大烟，竟要将我卖到那肮脏的弄花巷里边。我只是为了活着，我有什么错？他逼我的，是他先不仁，就别怪我不义。所以我杀了他。我一个弱女子，在那种情况下，除了杀他，我还有什么选择？后来，我为了躲避追查，隐姓埋名，辗转到了这梨花巷中。起初刚来的时候，受尽屈辱，吃尽苦等，直到遇到司令雨，是你给了我一方立足之地，给了我一丝温暖。可是我心中这血淋淋的伤痕，却始终无法愈合。太可怜了，那个姓裴的书生简直连畜生都不是。柳小姐，是他辜负你在先，你这是自卫，是自保啊！你们都听到了啊，燕秋是被逼的，那个姓裴的死有余辜。今天这件事儿就算过去了，谁也别想再动他。你说的故事确实动人，但我听到的为什么和你的完全不一样？我听到的故事也是一位富家大小姐与一个穷酸书生相爱，可惜呀，那书生动机不纯，起初接近小姐，为的也不过是她的万贯家财，行的是那吃绝户的勾当。不过好在小姐的家人慧眼如炬，发现出了端倪，进行了阻止。小姐虽心生难过，但也听从了家人的安排。可大家都没想到，小姐身边那位看似忠心善良的丫鬟，却被那书生迷惑，深信其怀才不遇，身负大气运。那丫鬟原本是小姐心善，从戏班班主手底下救下的一个快要断气的小女孩，悉心照料在身边，却不知那丫鬟根子里却并非善类，心思歹毒。丫鬟听说小姐一家要放弃书生，并且举家逃到海外避难，她便恶向胆中生，亲手杀害了心善的小姐以及小姐全家上下数10口人。随后她便使用邪术，夺取了小姐的肉身，顶替了小姐的身份，跑去寻那书生，妄想与书生双宿双飞，共享财富。唉，却没有料到呀，那书生果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吃喝嫖赌样样精通，稍不如意便对那丫鬟拳脚相加，最后更是染上了大烟。为了换取烟资，那书生竟想将冒名顶替小姐的丫鬟卖入烟花柳巷之地。丫鬟至此方才醒悟，但大祸却早已酿成。为自保，她只有再次狠下杀手，杀了书生裴月白，并以其血肉魂魄为引，抽取其残存寿元，
妄图弥补自身亏空，修炼邪法。后来，他打听到此地最有权势的张司令酷爱听曲，又想到自己幼时曾在戏班里待过，于是他便索性回到梨园，用那书生的血浸入血丝，制成了这件华丽的戏服，扮成魁首柳燕秋，伺机接近，目的就是为了盗取张司令的气运，以供己用。这个故事我说的对吗，柳小姐？哦不，张慧慧。张慧慧，毒妇，你简直就是个毒妇！小姐舍命救你，你竟然残害她的一家人，还冒名顶替她的身份，简直天理难容！也太恐怖了！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张慧慧，裴月白，无眉苟合。哼，你以为你篡改了你的生平，我就会不知道了？但你却不知，12年前，真正的柳燕秋曾向我涂山家赊过一刀，债未还清，他的因果我自然知道。柳燕秋，他早就魂飞魄散，连渣都不剩，你找谁要债去？多谢姑娘大恩。起来，你既赊了我涂山家的刀，你的事我自然会处理。刀来！刀来！说，谁是幕后指使你之人？是谁教你用这窃运邪术加害谢时雨？你不是想知道吗？那我就告诉你，告诉我谢时雨是我紫薇地心命格，教我如何通过谢秦咒窃取他性命的事。杜鹃，小心！张学峰，张学峰，张学峰，敢在我面前伤人，找死！杜鹃，别担心，我这条烂命本就一直在黑暗中爬行，是你把我带到了禁卫队，是你给了我前程，是你把我拉出了泥潭，在我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成了我的亲哥，这辈子能为你挡下这一下，也值了。张学峰，张学峰，他死不了，他身上有我送他的银刀护体。张慧慧那种残魂怨力是没办法让人瞬间毙命的，除非我亲自出手。还愣着干什么？快把张副官拖下去，用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医生，务必救我！宣统2年，柳燕秋因善结缘，向我涂山家赊刀一把。宣统2年，柳燕秋因善结缘，向我涂山家赊刀一把。去取一碗清水来。是小姐。小姐使唤。老先生，您喝碗水。
姑娘乃至纯至善之人，可有时候好人未必有好报啊。老夫今日赊你一把刀，谶言，行善为好报，所爱非良人。待到魂飞散，前来收债时。愿청明白，这债该还，报酬是我下辈子的契约，您取走。债我收了，剩下一半气运你留着吧。善因终结善果，当年你一碗清水是善，今日结局虽惨，但并非是你之过。剩下那半气运足以让你下辈子投个好人家，平安顺遂。去吧。别为我弹落岁月丢失的年华，回忆多少我为你唱过的歌谢时雨，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没什么，只是觉得小九像仙女一样。涂山小姐，你刚才说我命数将尽，此话当真？我未婚妻通晓天命，言出法随，从不说虚言大话。涂山小姐，啊不，千姑，是我有眼无珠，是我蠢笨如猪，求求你扔给我一把刀，救我一命，我让我付出什么我都可以。求你扔给我一把刀，救我一命，我让我付出什么我都可以。我给过你机会了，是你自己狂妄自大，断然拒绝。如今灾祸临头了，才想起跪地求饶，晚了。要怪就怪你贪恋美色，被邪祟蒙蔽心智，咎由自取。张司令，你刚才对我未婚妻出言不逊，我未婚妻心善，不和你计较。但是我这人护短，我会让你所有的一切都消失，等着后悔莫及吧。小九，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那我带你去个地方。欢迎谢督军夫人，里面请。小九，这里是南城最大的成衣铺，你挑挑，有没有喜欢的？有心人如春风含笑，比肩明月来相照。无需多言，我已知晓，情丝如墨，时光迢迢。有心人愿暮暮朝朝。看呆啦？你真是什么都好看。那就把旗袍的都帮我包起来吧。哎，好的。今日消耗太大，我回去睡觉。
早点休息啊。嗯。督军，张副官醒了，就在偏房。我去看看。啊。爷爷，你要去哪儿啊？九啊，今日之事有些蹊跷啊。我感觉到了，那张慧慧所用邪术虽粗糙拙劣，但其核心手法仍透露着一丝极淡的灵媒师的痕迹。灵媒师的痕迹。不错，你身上那活不过20的恶毒诅咒，正是出自灵媒项家的手笔。当年我涂山家与灵媒项家斗法，项家夫妇技不如人，落败后竟心生怨毒，以自身血脉魂魄为祭，给你下了这绝户的诅咒，要我涂山一脉绝于你身。如今他们定然是亏得天机，知晓身负紫薇帝君命格的谢家小子是破你魂魄诅咒的关键，这才屡次三番不惜一切手段对他下手，要绝你命。谢时雨，他现在是我涂山9护着的人，谁想动他，就要先问我同不同意。报告，督军，孤儿院那边传来消息，被张副官收留的那群孩子，听说张副官受了重伤，都吵着闹着要过来看他，怎么也安抚不住。我去看看。胡闹！给我好好躺2遍。孩子的事情我去安抚，好好休息，等我回来。过来吧。张慧慧用那邪术害人，窃取督军气语，是不是你安排？是。收手吧，哥。哥，收手吧，别再一错再错了。血海深仇，这是我灵媒师项家和赊刀人涂山氏之间的血海深仇，你让我如何收手？张雪峰，你别忘了，当初若不是我爹娘心善，从野狗嘴里把你捡回来收为养子，你现在早就是一堆枯骨。我项家对你可是恩重如山呢。记得，我都记得，我一刻都没敢忘。只不过那谢督军对我极好，他真把我当兄弟。兄弟？呵呵，我们才是兄弟，我们才是一家人。你别忘了，你能去谢时雨身边做事，得到他信任，这都是我们设计好的一出戏。是，可就是因为那邪术，当时爹娘他们遭了天劫，不得善终啊！哥，别再执迷不悟，咱别走了爹娘的老路啊！执迷不悟，张雪峰，你还别真把自己当项家人，注意你自己的身份。你不过是我项家养的一条狗，一条用来潜伏在谢时雨身边的狗而已。你只不过是我项家养的一条狗，一条用来潜伏到谢时雨身边的狗而已。现在项家就剩我们2个人，这仇我必须报。至于你好好想想啊。若是谢时雨知道他身边最信任的副官就是那个屡屡盗取他紫薇气运，害他身陷险境的帮凶，他会如何待你？
张学峰。突然想起来，你怎么来了？是有什么事吗？张学峰，你欠的赊刀债该还了，报酬是1个大洋。突然想起来，这债我不还。你可知欠了我涂山家的债不还会是什么样的后果？轻则气运尽失，灾祸缠身；重则魂飞魄散，永不入轮回。知道，我都知道。你知道，那你为何不还？仅仅就1个大洋。只因我犯了不可饶恕之错，辜负了知信之情。我一心有死志，不求宽恕。向着的灵媒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向着的灵媒师还敢出现在我面前！主任小姐不可！师傅，快走！我竟不知你与那向家灵媒师竟是一伙的。盗取督军自卫器，是我暗中勾结，只有我死了，触发源头，才能断绝气运，才能归位。你这又是何苦？哼！向家对我有养育之恩，这养女算我还给他。杜兰小姐，能不能求你不要把我做的事情告诉督军啊？好。张雪峰，张雪峰，张雪峰，怎么回事？小乔，到底怎么回事？杜兰小姐，能不能求你不要把我做的事情告诉督军？他欠了赊刀债，债不愿还。督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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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睡，精神点。督军，小心！张雪峰，张雪峰，督军，以后我这条命就是您的了。哎。小九，你们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没有。在你眼里，世间万物、人情冷暖，都只是你账本上一道道债是吗？是。那我算什么？好好安葬他吧。那我算什么？杜珊小姐，你1天未进食了，我让人准备了一些清淡的饭菜。
进来。趁热吃些吧，我就不打扰你了。谢时雨，还有什么事？多谢。涂山小姐是我谢家的恩人，护我谢家，救我性命，区区饭食，不必道谢。哥，雪峰的遗物已经都整理好了。这个是从他住的地方找到的，他的后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安排妥当了。辛苦了。以己之命，换彼之天命，至阳之日，以心头血，可过诅咒逆天改命。督军，你别当真，我就是平时闲来无事，看点这神神叨叨的书来解闷儿。换命术，以命换命，或许我找到能解除小九身上诅咒的办法了。后生，你受伤了吗？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涂山九，你一刀之仇，我记下。不回头干涸，用余生不停雕琢，模糊了自己的轮廓。如果誓言会犯错，随我坠落，原谅我。说不清缘故，我为何只顾着奇怪，为何此处会觉得有些闷堵？看他如此悲痛，我为何竟无法全然视作与己无关？相思如果白首却无处，今生吻过你眉目，是我的救赎。小九，是你来了吗？手心纹路，谢时雨啊，谢时雨，你可真是昏了头啊！他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是知足你向我凝眸，是我曾重生的一幕。林州，按照这上面写的去帮我准备这些东西，要快要隐秘。好。哥，你疯了吗？你要用自己的紫薇地心命格去换涂山小姐的必死诅咒，这值得吗？这会没命的。没有什么值不值得。林州，你忘了吗？若无10年前涂老先生出手相助，若无此前小九多次出手，谢家早已灰飞烟灭，又何来现在的督军府？何来你我现在站在这里？我这条命，这条本该10年前就丢掉的命，若能换来他的一线生机，也是值得的。我心意已决，不必再说。记住，此事绝密，尤其是小九，不能让他知晓半分，明白吗？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也碎，我的事也不能做。时候差不多了，谢时雨应该拿到那本书，看到里面的希望了。
我的计划可以进行下一步了。救命啊！涂山九，我真的很好奇，你得知真相时候的样子。小九，谢家小子身上的紫薇地气已然恢复大半，足以抗衡你命中的诅咒。时机将至，你与他的婚事不能再拖延了。切记，需有天道认可的正式婚仪，更需结下真正的夫妻之实。唯有如此，阴阳相合，命轨彻底相连，方能借他地星命格之力，一举破开你那活不过20的死局呀！爷爷，您常说赊刀债清因果，可是您却从未说过何为夫妻，何为爱情。此乃人间之情，玄妙难言。你只需按爷爷说的去做，日后自会明白的。还有，灵媒项家，切记不可轻敌。哥，你要的东西都备齐了，放在西厢的密室。好，还有，你让我查的赊刀人和灵媒师一族的事情，有了一些眉目。确实如涂山小姐所言，在许多年前，灵媒师一族确实与赊刀人进行过一场惊天动地的斗法，最终灵媒师一族落败，之后便销声匿迹，所有的信息都像是被人刻意抹除了一样，极难探查。目前能够确切查到的，只有当年落败的灵媒师一族信箱。是否需要我加派人手，彻查整个南城所有信箱的人？给我查，任何蛛丝马迹都不可以放过，所有敢对小九下手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是。还有事儿？哥，真的没有其他办法了吗？非得用那个什么换命术，用你的命去换他的命？要不用我的命？我的命格普通，我去换涂山小姐，行不行？锦超，你的心哥都明白，但这是我的债，我的选择。去吧。哥，你借的债是与涂山小姐成婚，那你为什么不能和她成婚呢？非得走上这条换命的绝路？他神通广大，心思透彻，与天道因果说法争斗，他看是宗师，可唯独这世间情爱一面，他似乎一窍不通，如同白纸一般。我与他成婚，履行婚约，自是应当。可若他日后能遇到可以让他心动，让他懂得什么是情爱人的时候，那时我这因这而起的婚姻，岂不是成了捆住他的枷锁？可若是涂山小姐真的喜欢你呢？在你眼里，世间万物，人情冷暖，都只是你账本上一道道债是吗？是。那我算什么？好好安葬他吧。去做事吧。
我的决定我会干。找到你了，灵媒师。报告督军，查到了城北百乐门，最近有一个姓向的年轻男士频繁出入那里，还包下了最贵的包厢，行为十分古怪，而且最近那里接连发生了舞女离奇死亡事件。就是他。小乔，你护了我这么多次，这次换我来为你扫清障碍，无论付出多大代价。兄弟们，目标城北百乐门，消灭邪祟，肃清南城。你们向家灵媒师，不管到哪都改不了这种躲躲藏藏、装神弄鬼的毛病。找死！找死！不愧是涂山家新一代最强者，感知够敏锐。让我猜猜看，这么着急想找我，是想赶着回去和你的谢督军拜坛成亲，好解除你那活不过20岁的诅咒吧？是又如何？可惜你没这个机会了。你的谢督军马上就要死喽！胡言乱语！我早就让张学峰把真正的窃运之术伪装成幻面术，透露给你的谢师爷。那傻子恐怕正感动于自己的深情牺牲，想献祭自己的紫薇地气来救你啊！卑鄙无耻！哦，我忘了告诉你，我已经把我在这儿的消息告诉给你的谢督军了，而这里被我设下了专门针对他的禁制，只要他敢踏进这里一步，他的气运会全部被抽离出来。算算时间，他现在应该已经到。水手，谢师爷，谢师爷，向一楚，你这个卑鄙小人，有本事冲我来！你不是要我的血缘吗？我给你，我都给你，你不要碰他。
气宇，我处心积虑，你就以为我只是为了你这可笑的紫薇地气？是他，是你们杀了我在这世上唯一的兄弟张学峰。兄弟，张学峰是你兄弟？兄弟，张学峰是你兄弟？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看来我们的涂山小姐根本没打算告诉你真相。涂山九啊，涂山九，你还真是冷心冷情。你留在他身边，不过是想破除自己的诅咒。他只是一件好用的工具罢了。还有你，谢时雨，你以为张学峰就对你忠心耿耿？呵呵，可笑。他只是我早早安排在你身边的一枚棋子。你对他付出的那些信任和情谊，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戏。抓他！下脚护手！胡言！我兄弟就死在你的刀下。今天我要让你们俩为我的兄弟陪葬呀！涂山九，敢斩下来试试？这一刀若是伤了我，邪正失控，谢时雨这身气运将烟消云散，彻底湮灭于这天地之间。到时候你的诅咒将永远也无法解开了。到时候你的诅咒将永远也无法解开了。向一初，你刚刚不是自己也说了，它不过是我用来破除诅咒的一个工具罢了。工具坏了，换一个便是了。这世间身负大气运者，又不是只有他谢时雨一人。他若死了，我自会去寻下一个。好，好，好。好一个冷心冷情的赊刀人，够绝！谢时雨，你听到了，在他的眼里，你竟然！涂山九，今日之仇，我记下了。不劳涂山小姐费心。一计无碍，便回府吧。我去追寻异象处的踪迹。有些事总是能够一眼就看到尽头。此番危机四伏，我今日就先不回去了。趁着灯火不算清晰，相守又不必。涂山小姐，全去错过，你想不想听我的秘密？会闪过短暂的花火，回忆都没有权利。怎么近在咫尺，却又想逃避？涂山九，你没有心。
督军，你没事吧？这方才不知怎么的，我们在外边来回转圈，怎么都闯不进来，给兄弟们都急坏了。我没事，回府。是，走。傻丫头，你这又是何苦呢？明明心里在意的要紧，却躲在这客栈，不敢回去见他，又不惜透支自身，也要将他那被邪阵损伤、未能完全回归本源的气运修补圆满。爷爷，为何我看到他推开我，用那般冷漠疏离的眼神看着我？我这里会很难受，闷得发疼，比向一初打了我一掌还要疼。傻丫头，那是因为你爱上他了。我涂山血脉于情爱一事懵懂迟钝，可一旦心动，情根深重，那便是一生一世，至死不渝。你如今呐，便是如此了。你如今呐，便是如此了。情之一字，玄妙难言，它会让你心绪不宁，喜怒无常，会让你在不知不觉间，脑海里总是浮现那个人的模样，会因他喜而喜，因他忧而忧。我好像明白了，但是他现在好像不爱我，他推开我，说我无情。傻丫头，那谢家小子被你那些混账话给伤透了心呐。换作是谁，掏心掏肺对一个人好，却听到这般的言语，能不心寒，能不难过吗？他呀，那是在跟你赌气呢。别再躲了，快去寻他，将你的心意与那权宜之计说与他听，莫要因误会而错过了良缘呐。可是向一初重伤遁逃，若不趁此刻追踪……哎呦，我的小祖宗啊！向一初受你重创，没有个1年半载子，他根本恢复不过来，短期内掀不起什么风浪。眼下呀，天大的事儿也比不上你自个儿的终身幸福要紧。快去吧！バカ！市長に囚われて判断を曇らせ、貴様に託した帝国の偉大なる計画を忘れたのか？属下不敢，一刻也没忘过。属下不敢，一刻也没忘过。そうか。ならば言え。帝国の一体なる計画は何なんだ？そして貴様が今まで潜伏していった目的は一体何なんだ？帝国
帝国隔海相望，亏欠的是神州浩土所蕴藏的浩瀚龙脉之气，此气乃天地精华所聚，庇佑着整个九州大地，使我等圣战屡屡受挫，而谢时雨身负紫薇帝星命格，正是镇守龙脉的关键钥匙。只有他气运昌隆，龙脉殿稳如泰山，坚不可摧。帝国的目的便是夺取他的气运，斩断东方与龙脉之间的链接，届时九州无弊，我们便可长驱直入，进归帝国版图。忘れてないよね。じゃあ教えてくれ。シャンケイの霊媒してやるお前は、その宿敵というシャドウ陣との戦いは、なぜ、ここまで負けたのか。それは登山家の仕業なのか、それとも、貴様が、正子所谓のバカなのか。大人息怒，非是属下无能，是那涂山九。那涂山九不知道用了什么法子，他竟然能短暂的借用谢时雨的紫薇地气。若非借助那地气，他绝不可能轻易的重伤于我。没错，只要谢时雨不在他身边，他涂山九比什么也不是了。貴様は本当に使えないもんだ。よかろう。これからは貴様の最後のチャンスだ。いいか、あのシャージオを捕まれ。生きたままここまでに連れてこい。もし、順調に成功すれば、貴様を傷ついたあのシャドウ陣を好きにしても構わん。早く、行け。不要着急，时雨他不会有事儿的。哎，时雨，时雨，哥，时雨，你怎么伤成这样了？哥，涂山小姐呢？她不是跟你一块出去的吗？她没事吧？哥。爷爷，这道菜看起来挺别致，叫什么名字啊？我看这道菜啊，就叫狼心狗肺吧。爸，不对啊，爷爷，这狼心呢？这狗肺呢？这道菜里面既没有心，也没有肺，我看呐，它应该叫没心没肺。到底说是什么？诗雨。我们不是想逼你，是担心。哎，对了，小九呢？你和小九不是一起出去的吗？他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涂山小姐的事情，我无权过问。她想去哪里，那是她的自由。谢时雨，
我那天在百乐门说的话，是为了骗向一初，并非我真心。我其实，谢时雨，我心悦你。涂山小姐的事情，我无权过问。她想去哪里，那是她的自由。哟，这个时候说无权过问啊？忘了当初是谁把那把宝贝的不行的蹭刀擦了又擦，盼星星啊，盼月亮啊，盼着别人下山呢。锦州，休要胡说。涂山小姐与我们谢家乃是恩人，与我只是债主。莫要胡说，损害了涂山小姐的清誉。我没事，我先回去了。涂山小姐，厨房还给你温着夜宵呢。喂，这。就是不会是。哥，既然你心里这么在乎涂山小姐，喜欢她喜欢到连命都可以不要，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她，亲口告诉她你的心意？万一她……锦州，她与我并无男女情谊，她留在我身边护我周全，即使言射刀斩雪，皆是职责所在。我若贸然表露心迹，非但徒劳，还会让他心生困惑，甚至让他为难，平添麻烦。他和我之间，从一开始便是一场交易。要玩不死脑筋，真是气死我了！不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大哥送死。既然大哥不肯去，那我就去涂山小姐那试试。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想办法救大哥，也要让他们俩成婚。谁？涂山小姐，是我，谢锦州。有事便说。这是我哥，谢时雨让我给您送的点心。他说今晚亥时想邀请你在府内和缘一聚，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亲口告诉你。该说的我也都说了，该送到的我也送到了。我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涂山小姐，您先歇着啊。
诗雨啊，今晚亥时你到河园来一趟，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你谈谈。好的，爷爷。小九，他怎么会在这里？是你，谢道去，别来无恙。竟敢如此耍弄于我，好得很。谢锦州这小子皮痒了，竟敢联合他哥哥如此戏耍于我。涂山小姐，涂山小姐，快开门啊！放我进去，出大事情了！涂山小姐，求求您放我进去吧，都是我的错，我不该骗你。我哥他被坏人抓走了。你们是谁？你们想干什么？シャードク君、あなたのために用意したこの祭壇へようこそ。ここは我が旧菊流の未天の達音蓮根陣である。この陣が完成すれば、あなたのその死び帝運がすべて我が大父祖帝国のものとなる。100でも敵列。その時、龍脈の守りを失い、機運が崩れる。我が聖なる帝国軍が一気に突き進む。この広い大陸は、ついに我が帝国に侵服する。我认得你，就是你，在南者私下操作，鸦片流通，可惜被我断了老手了。さすが機運の子だ。よく覚えている。しかし残念だな。手遅れなんだ。本来は、アヘを使って、この国をゆっくり腐らせるはずだが、まさかのあなたが現れた。禁煙を吸い越した上、あなたの機運に影響された民衆たちは、我が帝国を提供してきた。本当に邪魔な奴だ。邪不压正，九州大地岂容尔等小小给予？邪不压正，九州大地岂容尔等小小给予？就算今天我谢淑玉死在这里，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千千万万个我站出来，你们休想得逞！よく言えるやつだな。はじめ。無駄な抵抗だな。陣を完成するとき、あなたも丸ごと消滅するのだ。敢动我的人，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敢动我的人，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小九。誰だと思えば、シャトーチンではないのか。まさか貴様一人で、我が未天の達音蓮根陣を破壊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のか。神地の龍脈と気運の子を抑えるために、究極の奥義を込められたこの究極の陣が
貴様に簡単に破壊させるわけがない。次期、レッカー。找死！本当に身のこと知らずめ。赤チンが持ってきたぜ。貴様の目の前に愛する人が変化されるのを見てくれ。無駄だ、シャット締め。このチンが我が大不走帝国の極運の力を使って貴様に負けるわけがない。夏夏，对不起，这次我要试验。其实10年前，你爷爷带你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你那双坚定又清澈的眼睛，深深刻在我的心。这10年，我每天都在期待能和你在一起，但不是活着，是因为我心悦你。谢时雨，你听好了，我也心悦于你。谢时雨，你听好了，我也心悦于你。无关诅咒，无关蛇刀寨，只因为你是谢时雨。怎会坚贞那一刻才能逃出因果？又一次擦肩过，隔着千年做场梦，梦醒来看不破。怎会余生那一刻才将一手紧握，一滴泪成就是此若是错。そうだ！バカだ！帝国の偉大なる計画が！3区、3チを帝国は必ず諦めん。拙者も必ず舞い戻る。今日のクズ直はその時こそ10倍、100倍して返してやるから！想跑？卷土重来？哼！敢入侵我九州大地，我让你有来无回！你怎么会知道的？出卖九州者，照杀不误。我既在此，便不许那泱泱小国休想我九州，更不许尔等行那通缉叛国之事。小娇，你没事吧？张学峰幼时被项家收养过，他为了报答项家的养育之恩，被迫配合项一出行动。他临终前最悔恨的事，就是辜负了你的信任。他求我不要告诉你真相，所以才……我之前说你是工具，只是缓兵之计，否则项一出那种卑鄙小人定会对你下手。在我心里，从未把你当工具过。你还有什么想问的？你方才说你心悦于我，我是真心实意的。谢时雨，你要不要跟我成个亲？